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瑞世纪增持迷局，大股东股权尽数质押，诚意任嘉伦苦撑业绩，又是一个跌停，影视股的寒冬仍未过去。乐华娱乐过会，博纳影业上市，欢瑞世纪5连板涨停，曾让投资者认为影视行业在资本市场有所转折。但即便成功续约王一博，乐华娱乐仍暂停赴港上市进程。有消息爆出称原因或是投资者意向未达到估值预期，暂停上市等待市场好转。博纳影业登陆深交所不久，虽然上市后连续录得23个交易日涨停，但随后便迎来23个交易日跌停。欢瑞世纪在增持公告的加持下，接连收获5连板涨停，但深交所一纸关注函再度将其股价打回原形。在新剧不热的困局下，又将如何前行？增持计划迷雾重大股东股权尽数质押，还要从欢瑞世纪的一份公告说起。6月23日，欢瑞世纪发布公告称，实际控制人赵志成及其控制的瑞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拟自2025年6月23日起6个月内，以不低于1亿元金额增持公司股份。截至上述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赵志成直接持有，并通过欢瑞联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及瑞嘉文化传媒合伙企业间接持有欢瑞世纪合计约 1.69 亿股，持股占比为 17.26%。受此消息提振，6月23日起欢瑞世纪接连5个交易日录得涨停板，单周累计涨幅超过 60%， 市值增长超过22亿元。毕竟，欢瑞世纪股价自财务造假后连年不振，受此影响的投资者也曾发起索赔，且相关案情已有生效判决，诉讼时效于2025年6月到期。凡于2024年6月23日至2025年6月25日期间买入欢瑞世纪股票的投资者，均符合索赔条件。突然的股价上涨，让欢瑞世纪投资者们颇为激动，但是连续5天的涨停中，也不乏多家游资和机构席位登上龙虎榜。6月23日盘后，深交所针对此次增持下发关注函，关注函中要求欢瑞世纪说明增持的具体原因，增持主体是否具备实力，增持计划是否具备可实现性，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受关注函影响，6月23日新一个交易周开始后，欢瑞世纪直线跌停，收盘时仍有 34.2 万手封死跌停板。值得注意的是，此前6月23日龙虎榜便显示，卖出资金多于买入，单日前5名卖出席位合计卖出超过9000万元，部分资金已经出逃并完成交接。6月23日，欢瑞世纪低开低走，午后开盘封跌停板，收盘前20分钟，其股价由下跌 10% 急速拉升负 1.32%， 但随后的10分钟里股价再次砸至跌停板。短短收盘前20分钟内，振幅超 9%， 不出所料，欢瑞世纪再度登上龙虎榜，游资买卖出现分歧，东方财富证券拉萨东环路第一、第二证券营业部纷纷登上买入前5名，合计买入近2800万元。也正是上述多家在14.41合力撬开跌停板，但随着机构急于离场，再度被打回跌停板。盘后数据显示，6月23日欢瑞世纪单日换收率达到 38.99%。收盘后，欢瑞世纪回复深交所关注函表示，实控人赵志成本次增持计划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增持计划实施人自有或自筹取得，资金来源合法，并且目前增持资金已经到账约5000万元，剩余资金将按照增持进度通过其自有资金、投资资产资金回笼等方式筹措到位。需要提及的是，
此前欢瑞世纪的实际控制人并非赵志成。2025年6月，欢瑞世纪原实际控制人钟君彦、陈元通过协议转让部分股权，将实际控制人之位让给赵志成。转让完成后，钟君彦、陈元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权由 18.67% 降至 12.77%， 赵志成直接、间接持股比则由 11.36% 上升为 17.26%。历史资料显示，赵志成为欢瑞世纪董事长、总经理，自2025年6月起任职。钟君彦则任董事、首席内容官。那么，欢瑞世纪及其实控人赵志成有无能力完成1亿元的增持计划？财报显示，2024年至2025年赵志成年薪分别为224.76万元、231.34万元、253.92万元。钟君彦年薪则由87.90万元升至263.81万元。另一增持方瑞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成立于2025年6月末，网上追溯其控股为瑞家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则为欢瑞世纪第一大股东欢瑞联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的控股股东，持股占比为 81.6%。目前，赵志成所控制的欢瑞联合资产管理合伙企业为欢瑞世纪的第一大股东，截至2025年6月末，持有 1.07 亿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10.87%。目前该公司所持股份 1.05 亿股处于质押未解押状态，占其持股比例高达 98.92%。而钟君彦所持约6057万股则全部处于质押未解押状态，占其持股比例高达 100%。其所控制的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所持约4919万股权也全部处于质押未解押状态。上述质押的加权平均质押起始日参考价为 13.20 元至 13.72 元，质押日至今跌幅均超过 60%， 如何拉动股价上涨也成为当务之急。Wind 数据显示，目前欢瑞世纪未解押股数达 3.2 亿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32.64%。钟君彦本人则已被限制高消费，并列为被执行人，被执行总金额为 5.52 亿元。那么，作为董事长的赵志成与钟君彦之间的控制权及股权转让则显得迷雾重重，真实原因不得而知。毕竟，钟君彦面临着质押股份被强平风险，叠加失信及债务危机，恐会危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如此看来，做高股价似乎变得合情合理。诚意，任嘉伦苦苦支撑难敌后，记者不断涌现。再来看看欢瑞世纪，作为老牌影视公司，曾在推出过《宫锁心玉》《古剑奇谭》《宫锁珠帘》等火爆剧集，杨幂、李易峰、杨紫都曾是旗下艺人。然而在2025年借壳上市后不足1年，欢瑞世纪便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调查。经查，2024年至2025年及2025年上半年财务数据存在提前确认收入虚增营业收入、虚构收回应收款项少计提坏账准备、推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等手段虚增利润的财务造假行为。虚增营收方面，欢瑞影视电视剧《古剑奇谭》《微时代之恋》少年四大名捕的版权转让收入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情况。2025年因提前确认收入虚增营业收入 6939.62 万元，2025年采用同样手法虚增 2789.43 万元。财务造假行径一度波及杨幂、李易峰等当红艺人，之后欢瑞世纪业绩便一蹶不振。2024年至2025年，欢瑞世纪连续3年出现巨额亏损，归属净利润分别为负 5.51 亿元、负 7.85 亿元、负 3.34 亿元，3年共计亏掉 16.70 亿元。
虽然2025年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大火，但女主角同年的饰演者杨紫也于2025年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结束了6年合作。失去了手中人气最高的艺人，欢瑞世纪更需要重新挖掘新人，并给予旗下艺人更多曝光机会。2025年6月，欢瑞世纪签约男艺人程毅。此前程毅不温不火，但2025年电视剧《琉璃》形成短期热议，男女主角程毅、袁冰妍则均来自于欢瑞世纪。2025年，欢瑞世纪旗下艺人任嘉伦主演的《周生如故》再度口碑爆棚，出生于1989年的任嘉伦人气提升，资源不断。但《周生如故》并非欢瑞世纪出品，而是由爱奇艺出品。华策克顿新天地工作室等联合出品，对于欢瑞世纪而言，仅是提升了任嘉伦的人气。上述2部剧集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播出火爆也让欢瑞世纪暂时缓了一口气。欢瑞世纪官网最新显示，旗下排名前4位的艺人分别为任嘉伦、程毅、李小冉、张雨绮。程毅合约期至2025年尚无需担忧，但是据悉任嘉伦的合约或于2025年到期。同时，欢瑞世纪此前热捧的小花旦袁冰妍由于涉及偷税漏税，目前已被移至第2阵营，此前投入一定程度上打了水漂。当然，亲爱的、热爱的以及周生如故的火爆是天时地利，欢瑞世纪也无法次次顺风如意。比如山河月明播出便毫无热度，由杨紫、程毅主演的《沉香如屑》便更为凄惨。前由2026年6月播出的大火剧集《梦华录》重新将刘亦菲、陈晓热度炒至高点，后有6月播出的《苍兰诀》成为绝对黑马，将王鹤棣捧至顶流。6月播出的《沉香如屑》毫无热度，且豆瓣评分仅为 5.9 分。远低于前述2部剧集的 8.0 分和 7.8 分。若资源对接薄弱，久无热剧播出，在新人辈出的影视圈，艺人热度冷却也如升温时一样迅速。毕竟谁也不想成为月度男友。与艺人更迭同步的，便是公司更替。以《苍兰诀》为例，虽然无缘超过赘婿，但也成为爱奇艺历史以来所有剧集热度排名第2位。其背后品方和制作公司恒星引力成立于2025年，资历远不及欢瑞世纪，却接连推出口碑佳品。在个性鲜明的当下，简单的穿越、三界、三生已不能满足观众需求。对于剧本的磨练，对于人物的刻画，对于场景的搭建，对于世界观的树立，都至关重要。对于沉香如屑，观众则给出了要学会讲故事，不要把观众当傻子，不要病态的爱情观等中肯建议。虽然如此，欢瑞世纪的业绩也稍有起色。2025年上半年，欢瑞世纪实现营业收入 3.59 亿元，同比增长达 481%， 归属净利润为2966万元，同比增长 161%。半年报显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南风知我意》和《山河月明江山永乐》2部电视剧。欢瑞世纪表示，由程毅主演的《南风知我意》虽仍未播出，但已于2025年上半年实现销售。只是，截至半年报披露日，欢瑞世纪主要在创作中的影视剧《恐男友》爆款，此前10年一品温如言电影版口碑就已跌落，剧版男友水花，唯有程毅的吉祥文莲花楼迷局破之深浅或值得期待。由此看来，不论是艺人实力还是剧集制作，欢瑞世纪仍任重道远，而资本市场的那些事，又会不会在爆炒之后一地鸡毛，同样值得关注。